好，先谢谢各位今天来我们这个阅读研讨会的地方。一样，今天的研讨会呢，我想跟大家问一件事情，有没有人是礼拜一来过的？可以举个手吗？有一半的同学对不对？好，那礼拜一来过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就是风格跟流程嘛，就基本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请大家就是我们会边读，然后呢边跟大家介绍实战的时候的做题流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问大家的想法 ，OK 好，所以大家集中力气注意听只是我们礼拜一的考勤公开课，我们主要要讲的是用基金来切入，说我们可以怎么去预想出题者会考的点。今天我们是要来让大家看实际的文章你要怎么做 ，OK？ 我们会从读文章开始，一直到分析题目，会一步一步带大家做这样。好，那你现在眼前所看到这份，对不对？它里面有2篇文章，里面有2篇文章，你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不用担心，这个大家可以无限放大，好，所以不让你看这么小的字，来，这里面2篇文章，对不对？其中第1篇文章在去年12月的时候已经分析过了 ，OK？ 好，那这篇文章对不对？等于这篇文章的那个分析的这个过程已经放在我的部落格上了，我的那个就是频道上面了 ，OK？ 所以第1篇文章我们今天是不会讲的，第1篇文章是让大家回去自己练习的这样子 ，OK？ 好，我们今天要专注讲的是第2篇文章，第2篇文章这样子。那我们在讲之前，先看大家，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在你们的那个课件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来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从我终结者讲义上截取下来的，这是叫 RC 的阅读文章的标准解题流程，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你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要有什么样的心态？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阅读文章的时间，你应该要控制在2到2.5分钟之内。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最多不要超过3分钟。OK， 好，在阅读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的不要去回读某些资讯，也不要去跳过某些资讯不读。OK， 好，就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说有些句子会很难。然后有些句子可能会你是读不懂的，可是你要尽量不要去回读或者是去跳过 ，OK？ 就是文本读过去就可以了。那你说为什么不回读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第一个，文章里的比较难的地方主要都出现在细节，可是这些细节不一定会考成细节题，不一定会考成只是后面的那个何者为正细节题。所以就算你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尝试把它读懂，可是你有可能怎么样呢？等一下不会考到，然后再来就是。就算等一下考到了，你也是等一下再去读，再去花时间在你考到之后回来的2度定位，会比你现在第一次读更有效率这样子。所以我们维持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在第1遍读文章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干嘛？去抓架构就好了 ，OK？ 抓文章的主要架构语气论点，这是我们在室内上课时候讲过的。那你也一定会遇到你看不懂的词，或者是看不懂的细节资讯，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去预测架构 ，OK？ 去注意预测架构不是归纳架构，因为架构不是我们整篇文章看完再去归纳，架构是什么？架构是边看边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架构要怎么推。这个部分我在网络上我也有放完整的影片，上次有讲过一次。大概30分钟左右，他如果想要复习的话，可以回去看频道上的30分钟的这个架构预测的讲解。OK， 那我们现在很快的复习一下，各位，文章前1/3，你可能会遇到文章一开始跟你去讲一个背景事件。或者是跟你讲一个定义，跟你去单纯陈述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实或者是情况，或者是跟你讲某个名词的定义，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所谓的背景。OK， 这个背景主要是干嘛？主要是先来做个引子，带出文章想要讨论的重点。那它本身不是重点 ，OK， 它叫背景。再来，文章里面怎么样呢？文章前1/3可能会发现说有5种语气出现。第一种语气叫做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困难要去解决，或者有个目标被达到 ，OK， 好。第2种语气叫 contradiction， 叫矛盾，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跟你讲说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最近有一个 surprising finding， 最近有一个 unexpected phenomenon， 好。第3种叫什么？叫做 debate， 就是文章一开始跟你讲说对于某个议题2种人会有争议。第4种是什么？叫 question， 就是文章一开始给你开放性问句，比如说我们到底需要隔离多少人才能够阻止疫情的传播，这叫开放性的问句，或者是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阻止全球暖化 ？OK 好。第5种是什么呢 ？Whether， 就是要不要、是不是的概念，需不需要做某件事情？这5种语气一出现的时候，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定了。OK， 这就是什么？文章主要讨论的命题。接下来文章的论点会围绕它进行讨论。OK， 好。那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文章后面，如果你发现
文章后面过了1/2之后，都还没有人来回应这个主题，还没有人跑来针对刚刚我们讲这个主题表达想法，一直都在讲客观事实。讲过1/2之后，还一直在讲客观的事实，还没有人有想法的时候，这篇文章就是什么陈述类型的文章。好，就是说整篇文章都是在跟你去介绍一个事实，介绍一个议题这样子。OK， 好。那如果你发现，在文章在1/2之前有明确的主观的想法，有立场来回应这个主题，比如说讲完问题之后，有人来讲我想要怎么解决，讲完一个 unexpected phenomenon， 讲完一个 surprising result 的时候，后面有人跟你讲说我想来尝试来解释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OK。讲完一个 debate 之后，后面有人跟你讲说其中一方的观点是什么，其中一方的主张是什么。好，譬如说讲完一个开放性问句，比如说我们需要隔离多少人才能够阻止疫情扩散，后面有人跟你讲说我认为是3000人，我认为是5000人。OK， 好，像这种就是所谓的一个主题讲完之后，后面有明确的立场来回应这个主题，来 answer 它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称作的论点一。OK 哦，好，称作论点一。好，那论点一出现之后呢，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除了在读论点一的内容之外，我们还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叫做这篇文章有没有第二态度，也就是所谓的转折。OK 哦，好，那注意到什么时候？一篇文章什么时候会有第二态度出现？很简单，1/2以前。OK， 这边1/2以前。好，如果这篇文章过了1/2都还没有第二态度出现，这篇文章就是属于什么单一论点的形式。OK， 好，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文章里面如果新观点，如果新的想法要推翻旧的观点，那么它的证据一定要比旧的观点更充分，可以理解吧？对不对？好，新的人要推翻旧的人，新的人必须要提出更多的证据，提出更多的理由。所以呢，你会发现你过去看到的文章里面绝大部分，如果要有新态度反驳旧想法，这个新态度不会是文章最后才突然出现，它一定是什么早早的出现，那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发现文章过了1/2还在强调某个人的单一立场，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什么？这篇文章就是单一论点题目，比如说一个现象、一个解释、一个问题、一个方法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发现文章呢过1/2之前有第二立场的时候，我们要去分清楚它的第二个立场的形式是什么。有2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什么？一种形式是我去批评前面，或者是支持前面，这叫所谓 evaluation 或者 judgment， 就是他的语气不是在提出一个新的想法，而是干嘛？去评论你前面这个想法对不对、好不好，这叫 evaluation。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做 argument。好，什么意思？就是我的重点不是在去评论你好或不好，而是我在提出一个替代方案来代替你的论点。OK， 好，这叫 argument。好，那这两个后面会有不同的走向。如果今天文章一开始是2个论点并列，比如说你认为经济重要，我认为民生重要，不是你认为经济重要，我认为健康重要。OK， 好，那么这个时候文章的后半就会是第三方的人来评估说这2个人谁对谁错。OK 哦，好，它的概念就仿佛什么呀？仿佛什么一样？仿佛是你在这个，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选美比赛。选美比赛里面，每一个参赛者讲完表演完自己的才艺之后，最后评审才会出来统一的去投票讲评，公布结果，可以理解吧 ？OK， 好，又仿佛像是金马奖一样，全部人都上来一遍之后，最后才会公布谁是金马奖的得主。OK， 好，那再来呢？如果你发现文章的第二态度，它不是第2个参赛者，而是什么？而是评审先出来，那就很像是什么？很像是所谓的选秀节目一样。OK。评审讲评完之后，对不对？第2个参赛者才会出现。好，或者像是什么？或者像是所谓的电视台的名嘴一样，什么意思？早上政府做了一个政策，接下来好几个名嘴出来，围绕这个政策，有些人护航，有些人批评，可以理解吗 ？OK 哦，好，这个地方的架构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RC 终结者班上所使用的边读边推的实战架构。OK，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到底为什么要边读边推？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一篇文章里面你总会有细节看不懂，对不对？总会有生难字，总会有长难句，总会有细节看不懂。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最小化细节看不懂的风险呢？你说 Justin， 我们很多人都跟我讲说细节看不懂，我可以用猜的，可是为什么我都猜不出来？来，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想尿尿的时候？有曾经遇到过想尿尿可以举手，这个问题很怪，不好意思哦。然后你有曾经在电影院里面中途跑出去尿的可以举手吗？
有嘛，对不对？好，不像大家膀胱那么大这样子。OK， 好，来，我问你一件事，你念完回来之后，你会突然看不懂这部电影在演什么吗？会不会？不会嘛？你不会说我念完回来，我觉得糟糕，我不想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部电影我看不懂，不会嘛，对不对？来，我问你，觉得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有基本的预期能力，可以理解吧 ？OK， 我们只要看到一个阶段，只要你不是一开始前1/3的全部都 lost 掉，中间只是 lost 掉一段，我们可以用什么？前面在演什么去把中间我们 lost 掉那一段补上，这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所以架构的预期的目的是在于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前面在讲什么，你知道后面的走向可能是什么，你突然在某个地方遇到你不懂的东西。你可以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听懂我意思吗 ？OK，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哦，各位，我们现在来看第2篇文章。好，我们现在翻到这个，你看我们这份课件对不对？好，很大一片对不对？好，来，请帮我看到哪一页？好，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很多。好，来，请帮我看到这一页。好，那你说到这边，好，倒数第三行的第1页。OK， 好，来各位。前面的文章对不对？网络上已经我有放完整的讲解，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是我们上一次阅读研讨会的内容。我们每次研讨会结束都会把这个研讨会的内容放到网络上，这样子。OK， 好，请大家帮我翻到倒数第3行第3列的第1页，这样子。好，现在我们来看，你看到荧幕的部分，我们其实大家看了第1句话，你大概就知道这篇文章是你做过的文章，对不对？好，来，我问各位，你有做过这篇文章的可以举手吗？好，有做过吗？没有做过的人，你们是没有写过 OG 吗？对，好，这是 OG 里的文章，对吧 ？OK， 好，来各位，这篇文章对不对？好，这是我票选出来的，好，就是在当初在开业研讨会的时候，我有在网上票选，我问大家说，你们想要去讨论哪几篇文章？那第1名是什么呢？叫做 anti patent，就是反专利。OK， 好，这是上次我们讲过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2名的文章，就是 Keystone Species。好。这篇文章虽然短，可是很多人都想要听。OK， 为什么？因为它的逻辑并不简单，这样子。OK 哦，好，来各位，我们第一个，请帮我先在你的笔记上写上去。看文章之前要先有预期，好，先有预期。看文章之前，你说到底我连文章都还没看，我到底要预期什么东西？好，我连文章都还没看，我到底要预期什么？对，这个预期非常简单。这个预期叫做什么？叫做时间控制预期。好，那这个时候，那你会说到底，那我要怎么做我的时间控制预期？各位，3个指标，请帮我写上去。第1个指标叫做长短。第1个指标叫长短。OK， 好，这就是在考试的时候，荧幕一打出来，这篇文章的长度会不会让你感受到压力 ？OK， 好。这个是你第一时间大概1秒钟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对不对？对吧？好，突然出现了这个阅读的文章，你可以马上知道你会不会感到压力。好 ，OK。第2个东西叫什么？叫做 pace， 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阅读一出来，你往右上角看一下时钟，你就马上知道你现在时间够不够，对不对？对吧？好，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往上角看一下时钟，你发现这是第4篇阅读，好，大概是第32题的地方。然后你还剩下2分钟，那这时候就可以不用读文章了，懂我意思吗？好，没有啦，开玩笑。比如说，你发现你这是第1篇阅读，然后你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前面的题目都有维持在1题1分30秒、1分40秒左右时间做完 ，OK 这是叫所谓观察你的 pace 是不是还有在范围之内。好，第3个是什么？第3个叫题材。题材的意思就是什么？题材的意思就是这篇文章你读完第1句话之后，你就可以大概了解它是生物类型的文章，还是女权文章，还是天文文章，对不对？好，你觉得这个题材在你过去的做题经验里面算不算熟悉的 ？OK， 好，来，各位，这3个标准对不对？好，帮我括号写好，又分成2种，一种是 Plan A， 一种是 Plan B。好 ，Plan A 的意思就是这3个标准里面开2个绿灯以上。什么叫开2个绿灯？好，开2个绿灯的意思指的是说，这3个标准有2个有利于你 ，OK？ 好，那 Plan A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很简单，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读就可以了。好，平常怎么看一般的新闻，怎么看一般的英文文章，你就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读。好，
Frame B 是什么意思？Frame B 的意思就是开2个红灯，什么意思？就是这3个标准里面有2个是不利于你的。OK， 大家这个标准应该很好判断，对不对？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你至少你在读30秒之内，你一定会马上发现读完第一句话，看一下你的时间，看一下这个文章长短，就可以大概知道有利不利，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我举个例子，好，各位，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现在这是你的第3篇文章，好，你的前面的 pace 有点落后，对不对？那这篇文章呢，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长还是短？对你来说算长的是吧？长的文章，对不对？那就算这篇文章是讲很简单的，比如说商业题材，那我问你，你会选择用 frame 还是 frame B？ 来，我问你哦，长对你有利还是不利？不利，对不对？题材对你来说是简单还是困难？就算简单，但是因为你的 space 已经落后，就等于是开2个红灯，那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用 frame B。OK，frame B 就是我们刚刚讲架构预测的方式。OK， 好 ，frame A 就是自然读，不用任何技巧。frame B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边读边推架构的方式。好，来，那我随便问哦，来我问你哦，你觉得这篇文章长度是简单还是困难？对，长度是长还是短？短。好，你觉得它是短的。好，那再来，你觉得这篇文章它的题材你熟不熟悉？不熟悉是生物类型的题材的，对不对？第一句话看我就知道生物，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时候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这是你第1篇文章，你前面的做题时间还算蛮省的，请问你会用哪一种方式？你会用第一种还是第2种？会用 frame A， 对不对？为什么？就算题材不熟悉，但是因为文章短，而且你的时间是充裕的，所以这时候你用你自然阅读最稳，这边可以理解吗 ？OK 哦，好，不同的情境我们会用到不同的实战做题模式。好，这3个标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完第1句话就可以马上知道的标准。好，如果2个有利于你，你不用用任何技巧，你也不用推架构，你只要不要读到睡着 ，OK， 你的时间也不会超出来，这样懂我意思吗？用你最习惯的方式反而最稳。但如果2个不利于你的话，就要用我们刚刚所讲的推架构的方式，不回读的方式。好，遇到细节的时候不需要太去着重的方式，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那当然我们说 Plan A 没有什么好讲，对不对？好 ，Plan A 就是回家自己快乐阅读就可以了，对吧？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Plan B，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这篇文章，万一我们现在的情境是不利的，好，时间短，时间落后，文章长，或者是题材难，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读这篇文章？好，各位现在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哦。好，首先第一句话 ，While the most abundant and dominant species within a particular ecosystem is often crucial in perpetuating the ecosystem, the keystone species have here defined as one of whose effects are much larger than would be predicted from its abundance, can also play a vital role. 来，各位，你有发现这句话，它里面虽然给你了一些生难词，但是它的语气却是很明确，对不对？哦，他说在生态系里面，虽然也有这种数量很多的生物，但是呢，我们会把什么？我们会把一种能够决定生态系平衡、能够决定生态系的这个就是维系的生物，叫做什么？定义叫做所谓的关键物种，对吧？那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架构预测吗？我们刚刚说什么？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什么啊？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是他跟你去讲一个名词的定义，好，客观的讲述一个名词的定义的话，这个时候它叫什么东西？来，这个时候它叫什么？叫什么？背景，对不对 ？OK 哦，好，各位，文章一开始讲述定义的目的很简单，你把它想象成是在商学院里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 case， 可是呢，不一定是所有来听课的人都记得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要开始先定义讲说，这间公司是一个，比如说军火产业，比如说是航空业这样子。OK， 好，这个地方的前情提要，你不需要去把每个词记下来，你只需要记得一个重点。他来跟你介绍 keystone 的定义是什么就可以了。好，文章后面不太会去对这个东西多加琢磨，他也不会去考细节，因为没什么好考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不重要的细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句话的地方，来各位，来，下一句话说什么 ？But because complex species interactions may be involved. Identifying the keystone species by removing the species and observing changes in ecosystem is problematic. 来，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这句话还是一个客观的陈述吗？它还是跟你讲一个定义吗？是吗？它是定义吗？不是嘛，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但是，因为怎么样呢？物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你要想要用某些方法，你想要去把某个生物移掉，然后去观察是不是重要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困难的，是实际上很困难的。来，我问你一件事情这个地方第一个，它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前情提要的定义，它有在定义某些事情吗？有吗？有吗？它有在定义某个名词吗？没有，对不对？再来，它是不是今天想要跟你去介绍某个客观的事件？在跟你讲历史嘛？比如说，你就想象它是不是像是我们以前读过的印第安人的水权？一开始跟你讲印第安人官司打输了，是不是？不是嘛，对不对？对吧？他只是他想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今天要定义这件事情是很困难，对不对？对吧？不是跟你讲定义的内容，而是讲要去定义这个动作是有困难。那它算是什么？算是我们在架构的下面的地方所看到的下面的哪一种？来 ，prop 是什么东西 ？property 对不对 ？contradiction 是什么东西？一个需要解释的矛盾，对不对？好，debate 是什么东西 ？debate 是什么？debate 是争议，对不对 ？question 是什么东西？开放式的问题，对不对 ？OK， 好 ，whether 是什么？是不是，对不对？某一件事情是否成立，对吧？好，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刚刚这一句话说什么？刚刚这句话说要去定义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请问它是属于我们刚刚的哪一种？应该是那个 property， 对不对？对吧？它属于我们刚刚抓，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就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OK， 我们要去讨论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关键物种。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来各位，那你看当我们抓到主题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走向会是什么呢？各位，你可以看到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是什么？叫做陈述，对不对？什么意思？我没有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我就是继续跟你讲问题的严重性。OK， 就好像今天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有些报道会跟你讲说我们未来要怎么解决，比如说疫苗，比如说停航，比如说停工，对不对？有些报道会跟你讲怎么解决，他就在开始来讲说现在疫情到底怎么样，可以理解吗 ？OK， 所以现在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篇文章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就是去讲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好，第二种走向是什么？第二种走向叫做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边可以理解，可以举手。OK， 这边都是完全是一个作者来写作的时候的逻辑，也是你在看文章的时候应该要去猜测出的想法地方。我们都是口头讲说 active reading， 对不对？但 active reading 不是说你今天读的时候心情很亢奋叫 active reading， 懂我意思吗？好 ，active 的意思是你要比作者更早一步知道他要在想什么东西，这样懂所以今天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要找人来问怎么解决，提供解决的方法。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他是单纯只是在讲述这个问题多么的严重，还要陈述语气的来。那各位还记得吗？刚刚我们说什么地方可以分出它的界限？是到哪里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走陈述还是走 argumentation？ 来，还记得吗？文章的什么地方？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对不对？文章的几分之几？1/2，对不对？对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去提出主张，如果这篇文章的重点要是 argumentation 的话，你至少要有足够的证据，对不对？可以理解吗 ？OK， 一篇论说文不可能是整篇文章一直在论说，一直在讲客观事实，之后突然冒一句话出来论说，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你看，在这个页面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讲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我们刚刚讲的，继续讲述问题，继续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对不对？它叫做 presentation。第二个，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叫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rgument one。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下一句话，新的主张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看到文章后面的走向是什么了。OK， 好，来，跟我们来看下一句话。来 ，It might seem that certain traits would clearly define a species as keystone species. For example, Physaster or chassis is often a keystone predator because it consumes and suppresses most populations,
which in the absence of this starfish can be the dominant species。OK， 来，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文章都是进到细节之后开始变得复杂，对不对？但这篇文章也是一样，开始你可以发现他今天他在讲事情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到要跟你去举具体的例子了，对不对？对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变得复杂？第一个先出来一个单字吓你，对不对？不举猫当例子，不举狗当例子，举一个不猫不狗一个奇怪的宠物当例子，对不对？然后跟你讲说它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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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边来这个地方，你觉得你考试的时候看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可以举手吗？开始会有压力的。好，来，那我问一下，当你发现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些细节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你的决定是要重看一次吗？还是你的决定要继续看？那继续看的话，那这个地方变空白了，对不对？那怎么办？他什么？读完再回来读，所以还是回来看什么？来，有没有别的想法？看转折。哦，所以你就是要抓这个 but 是吗？那中间就跳过了是吗？来，各位，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应该是怎么样？取决于你刚刚的第一个策略，还记得吗？你刚刚的第一个策略如果是 Plan A 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去重看，因为你各种条件对你有利，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如果你刚刚的策略是 Plan B 的话，你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是去理解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它的虽然它的意思看不懂，但它应该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方法，对不对？对吧？他还没有跟你讲要怎么去，他还没有跟你讲说有某个人想说要怎么定义，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他在举例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新方法，我们有什么人提出了什么主张，要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说他就是继续在陈述，继续在陈述什么？陈述这个问题的内容、细节本质。OK， 那你说 Dustin， 那我看不懂这一块要怎么办？第一个，你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好，什么意思？你不一定会考出来，能懂我意思吗 ？OK， 好。第二个，如果等一下真的考出来怎么办？等一下真的考出来，再回来看，也会比你把时间放到这边还有价值。这样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等一下考出来再回来看，你的记忆力最深刻，你可能可以从读到后面的资讯回来补回来前面，而不是你现在看了很久，等一下没有考出来浪费时间，或者是你现在看很久，等一下考出来你又要回来看一遍，那就浪费时间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啊，看得懂你也不要装看不懂，懂我意思吗 ？OK 好，看得懂就普天同庆放烟火 ，OK 好，看不懂的话怎么样呢？告诉自己，这边我至少知道这篇文章目前还是在叙述说，到底这个问题多么困难，懂我意思吗？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好，来。好，我不会帮你做翻译，因为做翻译没有什么意义。OK， 好，如果今天做翻译的话，你下一次做到的题目还是会怎么样呢？好，还是会出差错，好，还是会就染意这样子。OK， 好，不好意思，押韵失败。OK， 好，来各位，好 ，Moreover, whereas P attractors occupied an ambiguous Keystone Road and wave-exposed rocky headlands. In more wave-sheltered habitats, the impact of P attractors predation is weak or non-existent, and a certain size sand bureau is responsible for eliminating mussels. 好，来这个地方，各位，因为前面这边看不懂，所以我猜各位在这边看不懂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好，或者是看得很有压力的情况也是蛮高。但我问你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它有跳出来跟你讲了一个新的方法了吗？有吗？他还是继续讲这个例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算我们看不懂，我们也只知道说什么，他就是干嘛？他就是单纯的是在干嘛？陈述而已，对不对？继续陈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在文章里面的篇幅是不是已经过了什么？已经在这边了，已经过了一半，对不对？文章已经快要收尾，你可能会很紧张，说到底，文章快要收尾了，我好像只看懂2句话，怎么办？对不对？我跟你讲。你是不用紧张的，哦，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题目，你遇到题目再回来细看，你刚刚省下来的时间，你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真的我意思吗 ？OK， 好，不要还没遇到题目就觉得自己好像文章看得很少 ，OK， 好，来各位，在这个地方，请问文章过了一半没有？来，文章过了一半没有？这篇文章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新的论点吗？不太可能会有一个积极的主张，对不对？对吧？这篇文章就是属于什么？你就知道
至少我能掌握这篇文章的主要架构，他应该是在跟我去陈述一个问题，你懂我意思吗？他应该没有想要解决，他应该只是跟我陈述一个问题这样子。OK， 好，来了各位，我们现在换另外角度来看，你说 Dustin， 可是我觉得我看得懂该怎么办，对不对？好，如果你刚刚说Dustin，你刚刚说这边是我看不懂的情况，那如果我看得懂该怎么办？看得懂很好哦，没有啦，不会那么不负责任。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你讲，好，看得懂你要怎么去分析这些资讯，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跟你讲 ，OK， 好，首先第一个，好，各位，如果你上次有来上过我们这个考勤分析公开课的话，你应该会记得我们上课有讲过，好，文章的细节会蕴含的什么样的资讯是由它的逻辑关系决定的，好。各位，假设我们现在是看得懂的话，各位还记得吗？文章里面如果有举例的话，会考什么题目？好，帮我括号写有举例的话会考作用题。好，文章如果有举例的话，它会考你举这个例子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就可以开始想，这个地方等一下如果考我作用题的话，我要怎么回答 ？OK， 很简单，就是什么？作者举这个 PO 的例子，是为了要跟你去具体化说明为什么今天去定义关键物种这么的困难。OK， 好，然后再来，这个句子里面的逻辑关系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你可以看到第二句话这边有跟你讲说，好，前面先跟你讲说，过去我们都认为它是关键物种，好 ，OK， 然后呢，它后面说什么？后面说其实怎么样呢？他去吃别的生物，他去掠夺别的生物这件事情，其实在就是其实在任何环境都是一样 ，OK， 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分别。你会发现这个句子的语气，他说什么？它有一个比较异同的语气，对不对？在哪些环境跟另外的环境都是一样的。来，帮我括号写异同。好，文章里面出现去比较相同或相异的状况的时候，等一下会去考你何者为真的题目，问你说，请问哪里相同，哪里不同的这样子。OK， 所以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应该是要去想，这个地方它强调的是在什么环境之下都是一样的。OK， 好，然后再来下一句话 ，Moreover，whereas PO occupies an ambiguous tectonic role in unwave-exposed rocky land, in more sheltered habitat, the impact of PO predation is weak or non-existent。他说什么？除此之外，虽然今天在有波的地方，它是主导地位，但是在没波的地方怎么样？波很弱的地方，它的主导地位就消失了。来，这个句子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它也是有一个对比的语气，对不对？有波的地方好，没波的地方不好，对吧？来，这边也是帮我括号写异同，什么意思？看到文章有去对比相同或相异的时候，等一下题目会针对这个地方来考你，到底哪里相同，哪里相异，或者是相同相异的理由是什么东西 ？OK， 好，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完全照实战的过程来走。如果你这边看不懂，你不用害怕，因为你知道，至少它的架构没有坏，它还在陈述这个问题的本质，它只是哪里在陈述。那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要更进一步去思考，等一下会考什么题目，你要怎么回答？因为它可以帮你去聚焦这些文章的重点。OK， 好，来，简单来说，到这边文章已经过了2/3，这篇文章的架构应该已经很明确，单纯的去跟你陈述一个问题的细节内容本质。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文章尾巴的地方。哦，在文章尾巴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作者说什么 ？Keystone status appear to depend on context, whether of particular geography or of such factors as community diversity. For example, a reduction in species diversity may thrust more of the remaining species into the keystone roles, and then of species interaction. OK， 好，来各位，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哎，你说 Dustin， 你刚刚不是跟我讲说，文章过了一半之后就不会，如果都是陈述的话，文章就不会再有想法了嘛？但我怎么读都觉得这句话是想法，对不对？对吧？这句话说什么？说 keystone 这个情况，对不对？它其实取决于一些因素，取决于说这个物种的数量多少，还有什么？还有物种加入这个环境跟其他物种互动的时间有多少？我怎么看都觉得作者在这边在陈述的是一个他自己认为的评估标准，对吧？
那这个地方，各位，你觉得为什么 Dustin 刚刚说这篇文章仍然是所谓的 presentation 类型的文章？来，明明这边有想法，对不对？对吧？明明这边是有想法，对吧？他很明显是作者提出他自己的标准，对不对？但我问你，为什么 Dustin 还是跟你讲这篇文章就是 presentation 类型的文章？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因为过了OK， 整一笔给他们慢慢对，很好。OK， 同学他回答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这篇文章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文章绝大部分的资讯都还是在叙述问题的，对吧？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其实应该还是在叙述问题。如果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在什么？是在跟你讲作者自己的想法的话，那么文章的篇幅会长怎么样子？我来画给你看哈。文章的篇幅应该会怎么样？文章的篇幅应该会是前面，好，靠北怎么变这样？好来，不好意思，好来，好，文章的篇幅应该会是什么？应该会是前面的部分。等一下，看一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应该是前面的部分，讲问题的部分可能只有画成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点点。但是呢，作者认为要怎么评估，就是刚刚我们讲这个部分，对不对？最后一句话部分，在文章1/2就已经出现了，可以理解吧？然后文章的后面都是干嘛？都是在作者在证明说这样评估是正确，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虽然文章的最后有出现什么？有出现作者的语气，有出现作者认为要怎么评估，但它不是文章的重点，它只是什么？它只是作者顺带一提 ，OK， 好，留下来这个就是结论而已。所以最后文章最后是什么？语气上是收尾总结，跟你讲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啦，反正就是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来各位这边注意哦，文章的尾巴收尾的方式，好有很多种 ，OK， 有5种，好，我们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第一种收尾方式叫做 app， 不是那个手机 APP 那个 app，OK 哦，它的全名叫 application， 叫应用，意思就是文章里面讲的结论，我们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上面去 ，OK， 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别的事情，这叫 application，OK， 好，很像是今天一个学者来发表完研讨会之后，他最后跟你讲说，我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哦，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的工业生产哦，这样的概念 ，OK， 好，第二种是什么？叫 limitation， 这是你们很常看到，也是我们上次公开课有讲到，就是文章前面虽然有一个很明确的正或反的态度，支持或反对，但最后怎么样呢？话锋一转，稍稍的反省自己一下，说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支持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也有小小的缺陷，或者是我刚刚一直反对这个论点，但是呢，这个论点其实也有好可取的地方。好 ，OK， 我们简称叫什么？简称让步，但我更喜欢把它简称叫做大街打人，小巷道歉，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这样的概念是假中立啦。好，最后突然提一下自己的缺点，其实只是为了要让这篇文章变得看起来更为中立，但实际上并不是，懂哦？哦，那再来第三种叫什么？叫未定。未定的意思就是最后跟你讲说，还有好多事情我们不能确定，我们有待未来研究。第四种是什么？语气上做收尾总结，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一样。前面讲的问题，最后跟你讲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聚焦在什么地方来看。好，第5种叫什么？叫建议。建议是什么？就是跟你讲说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做，未来应该怎么解决。好，这5种收尾，其中我们刚看到的什么？好，其中我们刚看到的这个总结式的收尾。好，你要注意到它会考2种题型，第一种会考你主旨题 ，OK。第二种会考你作用题，好，会问你说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好，请你要注意这2种题型。OK， 好，来到这边为止，我们知道这篇文章的架构，其实老实说，你只需要看懂这2句话就可以了。OK， 好，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文章的背景，讲定义，你不需要去背这句话的资讯太多，它会考什么东西？你只需要知道它在跟你介绍一种物种的定义，叫 case 动物种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是什么？文章的主题，对不对？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要定义这种物种相当的困难，对不对？好，你只要看懂这句话就可以了。这边的资讯是各位考试的时候最容易去看不懂的。他举了一个非常艰深的例子，好，一下要讲到这个生物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在另外一地方活怎么样。但是这个地方对不对？虽然很有可能会考，
细节题，可是你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拼命把它看懂，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等一下他要考什么东西，你现在看没什么用。哎，好，注意哦，我说的不要看懂的意思不是叫你这个跳过不看哦，不要自我放弃哦。你还是要看，但是你看不懂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回头看，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换态度就可以了。哦，我们刚看到这边的时候，发现过了一半之后，文章都还没有解决方案出来，就代表这篇文章是属于什么？陈述类型的文章，继续陈述问题，用一个例子来陈述问题。而文章到了尾巴收尾的时候，虽然突然冒出来一个作者自己的想法，但是因为已经到了文章的尾巴，所以这边不应该是所谓的新态度，不是所谓的 argument。而是什么？只是作者最后用来收尾的一个结论而已，这样子。OK， 好，所以这篇文章其实老实说，重点只有什么？就假设今天你要做一个 PPT， 好，你老板给你这篇文章，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你需要做一个 PPT， 然后呢给老板做简报，做英文的。你需要截录的话，其实老实说，这2句话截录上去就没事了，对不对？对吧？可以理解吗？这就是我们说的看文章要抓架构的方式。OK， 好，那你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在走这一套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并不是整篇文章看完再去干嘛，再去抓架构的，对不对？我们是怎么抓的？我们是边看边抓。OK， 因为实际上考试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时间去做逻辑简图，好，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停下来重新想架构。然后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从平常在做题的时候，你回家拿你 OG 里面的题型、OG 里面的文章，每一篇文章回来重新对照这样的表格，重新来做一次推测架构的练习。OK， 在网络上这个表格都在网络上，好，在我们上一次公开课，我把它放成影片，大概30分钟的时间。OK， 好，各位可以试试看。把你随便一篇你过去做过的文章，拿这个表格来推测架构，这样子。OK， 好，来，请问一下，如果我没有注意到文章的长度，然后我错把刚才延伸段当成是 A1，这样会有什么错误或是风险？会有大的风险啊。如果没有注意到文章的长度，而错把延伸段当成 A1 的话，这篇文章就是你就会以为作者在提出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在单纯讲述一个问题。对，这样会是非常大的风险哦。OK 哦，好，就是延伸段的特色就是延伸段不会是文章的主角。OK， 好，就不是文章的主角这样子。好，来各位，那现在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题目的部分。看题目的时候，请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好，在终结者的解题流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这个重点是很多考生没有注意到。好，这个重点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把题目当申论题来做。好，我们在终结者一直训练大家做这件事情，把题目当申论题来做。什么意思？你所看到的所有题目，你都要仔细的读它的问题，这当然是基本要求。你不能说啊，他是我看到这个题目，它就是细节题，它就是给我的资讯，那我就直接回去文章看就好了。注意哦，就算连细节题都有分2种，可以请大家知道吗？细节题有分2种哦，一种叫做 supporting idea， 一种叫什么？一种叫做 inference。好，什么意思？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你需要做的是重现文章的资讯，你觉得很像是 must be true 何者为真。而 inference 的题目是什么？文章里面不会把这个资讯写出来，你需要用推论的方式，一种可以脑补，一种不能脑补。OK， 好，所以今天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不是只是跳过去看关键字，而是我们要去好好的看清楚题目的要求是什么。再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当申论题？很简单。在看完题目回去文章定位之后，请你不要直接去看答案。好，请你要做什么事情？平常做题练习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做一件事，各位，打开你的录音程式，好，帮我写上录音2个字 ，OK， 好，打开你的录音程式，手机上的录音程式，做题的时候录音。好，你说Dustin，我在很安静的图书馆我不能录音，我会建议你离开图书馆 ，OK， 为什么？好，其实我跟你讲，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都很少在图书馆念书，我都在哪里？都在单体啦、Subway 啦、星巴克、摩斯啦。为什么？因为在图书馆那个环境，对不对？根本不是像考场的环境一样啊，对不对？考场上，你看很多考生都说，考场上，Dustin， 我觉得这个你突然从纸本变成荧幕了，我好不习惯哦，这样子哦。或者是Dustin， 我觉得这考场外面的那个声音好吵，在装修，好不习惯哦。
不习惯也要赶快习惯，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很早就开始去选比较吵的地方念书。好，一周大概会有3到4天会在咖啡，就是那种比较吵的咖啡厅念书。好，你要慢慢习惯这件事情 ，OK？ 好，当然这不是主要理由，主要理由是什么？你要录音，为什么要录音？因为我们检讨的时候才可以去对照，说我们的回答跟正确答案差多少。那你说到底为什么要对照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如果你没有录音，直接去看解答的话，你不会记得你哪里做错了，可以理解吧？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有多少次被解答带走？什么意思？那我就做完题目啊，看一下后面的解答，我听一下详解影片呢，哦，感觉好像我懂了，结果做到后面还是错，对不对？好，老师不怎么会有猪叫声？好，老师说这个题目跟题目之间要总结，要有连结啊，这道题目跟这道题目一样。老师说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就是看不出来啊。我跟你讲，看不出来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每一次检讨的时候都那么随便，就看不出来，对吧？检讨的时候要怎么做？很简单，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录音。为什么？你录音完之后，你才知道你的回答跟正确答案差得多，地点在哪里？到底是今天你定错位了，还是说今天是你的态度抓错，还是说今天是你的细节抓错？你如果没有录音的话，你看到解答你就忘记，你只会记得一件事情，叫做我对视错误。你怎么记得这件事？这没有意义。为什么？你看到正确率高，你也不会，你也只是短暂的开心一下，你也会担心下午会不会变正确率低，对不对？对吧？然后正确率低的话，你更难过，对不对？你也只能继续做题，对不对？所以正确率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只是让你自爽，这样懂我意思吗？重点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确实的深度检讨身上。深度检讨只有很简单一件事，是录音。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试试看哦。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这道题目。这道题目开始问了哈，问说什么 ？The passage mention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s the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role of PO as keystone species within different habitats。好，那我先问一下，看看你觉得这个题目的类型，我们当然知道它不是主旨题。它也不是作用题，对不对？它也不是问你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对吧？它也不是什么逻辑题，问你说如何去小我加强，对不对？它是所谓的一般的细节题，对不对？所以你还记得我刚刚说什么话？我说细节题有2种，一种叫 supporting idea， 这什么意思？直接把文章里面讲过的东西选出来。一种叫什么？叫做 inference， 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种是重现文章的内容，还是你要去做额外推论？重现文章内容。对，为什么？他前面讲说的 passage mention， 对不对？哦，他是要问你文章里面提到什么东西吧？好，那我问你，他要重现文章里面什么样的内容？你觉得他要问你什么东西？为什么？奇怪，我怎么问你这个时候还发抖？好，奇怪，没有录。好，来，你说，你说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吗？对不对？仔细看看这个问句哦。下列何者是什么东西？It's a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role of PO as a case of species within different habitats。来，你觉得他想强调什么？他想问你，他想问你文章里面提到的是什么原因，对不对？是什么样的原因影响了这个生物，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影响这个生物的什么东西？各位，重点在后面的地方是什么 ？within 什么东西 ？different habitat， 对吧？那什么意思？在不同的地点影响，对不对？好，所以各位知道这个题目，第一个他要问你的是什么？他要问你的是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影响这个生物在不同地位、在不同地点的不同地位的原因？好，那现在我们回去，那我们是定位，对吧？好，来，如果你今天只是觉得，如果你今天做题的时候，你只是觉得说我要去找这个 PO 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定位可能会从哪里开始定？可能会从很早的地方开始定，在哪里？在这边，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刚刚审题目有仔细，题目刚问什么？谁影响它在不同地方的地位，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去专心去想哪些文章里面哪些资讯提到了它的地方块。OK， 好，来各位，来，那你告诉我，现在请各位来快速读。这边我们知道说，刚刚在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很仔细，对不对？现在终于遇到要考的时候，我们真的被逼到去仔细读。OK， 好，这时候不能再跳过了，再跳过就没有人可以救你，懂我意思吗？但是重点来了，你不需要
去细读每一句资讯，你要想的是，刚刚人家问你的是在不同的地点上会有什么因素的影响，对不对？来，现在帮我试试看，你觉得无关的你就快速读，你觉得有关的你就慢读。好，来试试看。你看荧幕会比较大一点。OK， 好，对。来，我蓝色框起来这段资讯，你觉得有关的你就慢读，你觉得无关的你就快速读。好，来各位告诉我，你觉得哪里有关？来，你觉得哪里是有关的？来，帮我点出来。这个笔有点湿，对不对？不好意思，手汗比较多。哦，来，拍谁？不好意思。好，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一句话，对不对？好的，好，来帮我把它圈出来，看能有关的那一段是哪里？用圈的。好，非常好。OK， 好，来各位，它圈的是正确的，对不对？哦，我们都知道前面那一大段，如果你真的去细读的话，你就花很多时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不会想去细读？因为我们刚刚很仔细的去看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问的并不是只有 PO 这个东西，我们要问的是什么？谁影响它在不同地点的地位？懂我意思吗？所以请各位记住，审题非常重要，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看到关键字就开枪。OK， 好，来各位，好，现在我们来细读这一段，还有什么？他说 ，Moreover, whereas PO occupies an unambiguous keystone role on wave-exposed rocky headlands, in more wave-sheltered habitats, the impact of PO predation is great for non-existent. At a certain size, sand mirror is responsible for eliminative muscles. 好，这个时候对不对？来各位，细读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读不懂该怎么办？来，我们现在先想好几个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在模拟实战嘛，所以我们都分好几个状况，就是读得懂、读不懂、读得懂但不想读，好，这是有状况 ，OK， 读得懂不想读的话就滚了就好 ，OK， 好，来，那现在我们先分析读不懂的状况。如果你今天现在重新再读一次还读不懂的话，该怎么办？来，你觉得该怎么办？猜，对，啊，猜是支持还是反驳，对不对？好。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要先做第一件事 ，OK？ 先做第一件事，各位帮我写下来。好，如果你细节题真的遇到在读这还读不懂的话，对不对？先往右上角看时间，倒数计时1.5分钟，1分钟就好，1分钟，不好意思，1分钟。为什么？因为读不懂还硬做的话，你就只是在干嘛？只是在浪费时间，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先往右上角看时钟。这个时候，如果是57分33秒的话，你就告诉自己56分33秒要上 ，OK 哦，因为你接下来就会只是乱用垃圾招而已，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不要读不懂硬做又要浪费时间，你还不如把这个时间省去下一题，这样懂吗？好，那当然读不懂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各种垃圾招，你之前曾经学过的时候用 ，OK？ 那现在我们换另外一种情况，读得懂的话，来读得懂的话，他还跟你讲什么？他还跟你讲说，在波浪很强的地方，我的 iPad 怎么不见了？我怎么讲一讲就消失？谢谢对，好不好意思对，有些时候会神游这样子 ，OK， 好，我想说是不是上天提醒我该买新的 iPad 这样子？好，来各位，读得懂的情况下，对不对？请问他跟你讲是什么？他跟你讲的是说，在有波浪的地方，它无疑的是关键物种。那没有波浪的地方怎么样呢？波浪就是很小的地方，对不对 ？OK 不是波浪很大的地方怎么样？有波浪有波浪在波浪很大的地方，它又怎么样？它又变弱了。好，然后呢就跟你讲说，在某些地方对不对？好，又变成什么？又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对不对？那我问你一件事情，请问人家刚刚问你说，本来刚刚问你的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好，来，刚刚人家问你说，到底什么因素影响了他在不同环境的地位，对不对？那我问你，刚刚你看到他跟你讲说，有波浪的地方还不错，波浪太大他就不行了。那请问，你觉得是谁影响他的地位？你觉得你的胜任回答是什么？假设我今天在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你来兴高采烈的说，我现在来参加 P1 面试 ，OK？ 你可能以为说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要来读有这个
商学院，就人家第一句话问你说，请问谁影响这个生物？你会怎么回答？取决于它在什么？生态。它在生态里面是吗？来，各位注意哦，这个回答你会发现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了。文章里面它本来就是要去讲什么？它本来就是要去讲它不同环境的。来，这边我看他的回答有重述问题的解。他说取决于它的生态，它带来的生态环境。可是问题是，人家就是要问你不同的生态环境到底是什么因素，对不对？对吧？所以他的回答就变成重复答案。但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哦，好，那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来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考生会遇到的问题。他刚刚的回答是在重述问题，对不对？重新说哦，取决于不同的生态，对不对？那在考试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5个选项看完之后就找不到答案。哎，有遇过这个问题可以举手吗？5个选 CR 或 RC 都一样，有遇过可以举手吗？5个选项看不懂答案，对，就是这个问题，大家懂我意思吧？所以你在录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奇怪，怎么我的回答好像跟答案不一样？我的回答好像完全打歪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懂我意思吗？有录音才看得出来，要懂好，来，有没有别的回答告诉我？好的，你刚刚的问题是很多考生遇到的问题，所以不用紧张，这样子 ，OK 哦。好，来，你有没有别的回答？请告诉我。来，到底什么东西影响它在不同环境下的地位？你觉得什么？波浪大小。波浪大小影响，对不对？因为刚刚文章里面讲说波浪大，波浪正常，它不错。那波浪如果波浪如果越小，它可能就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它可能这个地位就不好，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是波浪的大小影响它。大家懂哦？有这个回答之后，你才能去看选项。OK， 没有这个回答可以不准去看选项。然后呢，把你这个回答说给录音机听。说给录音机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历史的见证，没有啦，就是做一个记录而已，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项的部分。各位，看选项的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当你今天有了自己的一句回答，你的选项删去就会非常快。为什么？很多选项很明显不会跟这句话的文章对到。好，比如说像 B 选项跟你讲说，这个其他生物到底是怎么样去吃这种生物，到底是怎么样去吃海草，你就发现它跟刚刚那个因素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跟你讲，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个回答，你就会麻烦。为什么？因为这个 muscle 这个字，在刚刚文章里面有出现，对不对？在哪里？在文章里面，刚刚那个地方的资讯的后面的部分，对不对？你就会想说，是不是这个选项一定有关系？我跟你讲，你如果只是看字的话，5个选项都有关系。OK 哦，好。但如果你有先强迫自己有一句话回答的话，你就得排除掉很多选项。好，像多选项我们也不会去选，为什么？因为很明显，刚刚文章里并没有去强调说这种生物的数量多或少，对不对？对吧？好，然后再来一选项，我们也不会去选，为什么？因为刚刚文章里面也没有去强调说这边的物种有多少种，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地方，A 跟 C 这2个选项，很多人会在犹豫。好 ，A 选项当然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对照我们的想法选项，可是 C 选项说什么呢？说 The fact that most populations are often not dominant, with some habitats occupied by P or charces。OK， 他说被一个事实所影响，这个事实就是这些海草的这些物种。OK， 好，他们在某些地方并不踊跃。来各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干嘛？回去看一次文章，重新看一次文章，去想文章里面有提到海草吗？提到的话是什么样的地位？这时候你会发现，文章里面有提到海草的地方在哪里？在最后这个地方，对不对？只有说海草被谁杀掉，对吧？但是并没有提到说怎么杀，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海草的数量多或少，对不对？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变成说，他只是把文章里面部分的资讯当做是这个题目要问你的主轴。文章里面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海草，说海草被杀掉了。可是这个题目要问你的重点是什么？什么东西会影响 keystone species 的地位，对吧？这个生物的地位。结果他去把文章里的部分资讯把它拉来当这个题目的主轴。OK， 好，所以这个时候答案会选谁？答案会选 A 选项。好，当然这道题目算是比较简单的题目。可是它还是
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心里面先有想好回答的话，你在对照选项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你自己的回答问题。比如说举例子，刚同学说什么？会受到生态的影响，对不对？不同生态的影响，对不对？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假设今天你来检讨这个选项，对不对？你回放你的录音，发现自己刚刚讲的是会受到不同生态的影响。不好意思，来，当你看 A 选项就发现，你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回答的不够具体，对不对？什么样的生态？生态有各种不同的生态环境，对不对？到底是波浪大、波浪小，还是天气好、天气坏，还是地形高、地形低，对不对？你就发现 ，OK， 以后我在看文章回去定位的时候，我应该强迫自己把回答的更具体，赞同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录音的好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自己修正自己的问题，透过比对正确选项的方式。OK， 好，来各位，我们再来看下一题的地方。好，下一题说，下列何者什么东西呢？来，好，我帮大家忙哦。好，我已经帮大家解释了这个东西哦。这边的意思叫下列何者哦。OK， 好，现在换你了。好，我已经帮你忙了。这三个字叫下列何者。那现在请问你，这个题到底要问什么东西？有我的提示之后，你们觉得这个审题变得很简单，对吧？我根本没什么可以提示。OK， 好，来告诉我，你觉得这道题目他想要问你的什么东西？来，你觉得他想问你什么？知道？那这道题目在10分钟内怎么办？先跳过，好不能，好题目不能留空，对不对 ？OK， 好，那怎么办？先什么？在10分钟该怎么办？还记得我刚说什么吗？先看时间，对不对？1分钟，然后接下来怎么样？用热身操，看懂我意思吗 ？OK， 好，但是不行哦，不能说连整题都整不过哦。来，那为什么看不懂？是因为单词看不懂吗？还是因为句构看不懂？还是什么看不懂？为什么？句构。那这个就是要回去重新看 A 本，还要去练句子结构的拆解，看懂我意思吗 ？OK， 好，来，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题目在问什么东西？来，你觉得他在问什么？来，你们觉得他在问什么？应该注意到就是一开始做的提出的问题。对，这比较你就把这个问句跟我讲就可以了。问句到底在问什么？下列何者怎么样？我就是要跟作者认为一个问题的解是谋合的。OK， 很好，好。这道题目对他问你的是下面哪一个实验，对不对？那各位有发现他写的是 hypothetical， 什么叫 hypothetical？ 假设的意思，对不对？换句话说，等一下选项所给的实验在文章里面不会出现，那懂我意思吗？它就只是架空的实验。所以这道题目是属于 must be true 的，还是属于 inference？ inference 对，所以你等一下不能去对字，懂我意思吗？你不能去对说文章哪个字有出现，因为这道题目可能接下来5个实验在文章里都没有出现。他在讲的是下列哪个实验怎么样可以证明什么？可以证明作者认为有问题的那个方法，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回去文章你是找不到实验，懂我意思吗？但你会找到什么东西？会找到作者认为有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定位不应该是定位文章哪里有实验，而应该是定位什么？哪里是作者认为有问题的方法？那我问你，按照刚刚的架构，你还有没有记忆？哪里提到的方法？哪里提到有问题？还记得吗？我们刚刚的主题是什么？定义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回去文章看，你会找到哪里？来，请帮我把它抓出来。来，请帮我把你觉得定义有问题的地方圈出来。好，你觉得是哪里？你用笔来圈。你觉得哪里是提到定义有问题的地方？我是不是不小心帮你把答案标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哇，同学好棒，这个他帮我把这个画出题了，不错，给他鼓掌，这样子。没有啦，开玩笑。好，来各位，是不是这个地方是定义有问题的地方？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读这句话。这句话他想要讲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因为有好多的错综复杂的互动会影响，对不对？所以怎么样？
透过什么？透过把物种移开，然后观察什么？观察这整个生态系的影响，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好，现在问你，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题目？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题目？说到底怎么样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有问题？怎么样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有问题？人家刚刚的方法是什么？不是证明啊，就是说这就是怎么样可以说明这个方法有问题？来，人家刚刚的那个是什么方法？还记得吗？把物种移开，对不对？然后呢，观察整个生态系的影响，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找到一个实验是什么？告诉我。来，等一下我们要找到一个实验长什么样子？把某个物种移开，对不对？然后去观察整个生态系的影响，对不对？可以理解吗？好，现在我们的回答已经出现了 ，OK？ 好，这个地方的回答你无法具体说是鸟还是生还是昆虫，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在文章里面出现，所以呢可能会是各种生物 ，OK？ 但是至少你的基本原则知道怎么样？你要找到一个是某一个选项里面讲的实验是把某个物种移开之后再去看那个影响，能懂我意思吗？好，现在我们来看这5个选项。来，各位 ，A 选项的地方我很快读过一遍，你的重点就只要放在看有没有把东西移走就好了。请来，我们现在很快读过一遍，请问他要把东西移走吗？他说某一种生物被数数量，好，去数它的数量，请问他要把东西移走吗？请把它改掉，那懂我意思吗？有心里面这么一句话，就是这么强大 ，OK？ 第一句话根本没有笑屁改掉，就是很强大的意思哈。来，第一句话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去讲它到底把物种有没有移开啊，对不对？那 B 选项很快读完，好，不用停哦，然后呢就很快把它读完。请问你这句话强调的是移开还是加进来？加进来，对不对？所以方向也是错的，好，把它删掉。好 ，C 选项说什么？很快读完，你觉得他在强调什么？对，他在强调的是我们要去评估到底猴子是不是重要的，我们就把猴子移开，对不对？要选还是不选？选啊！来，你觉得要选的可以举手吗？好，你觉得不选的可以举手吗？好，大家都好像有点保留，对不对？很好，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保留 ，OK 哦，先保留，为什么？因为搞不好等一下还有更适合的选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哦我们不看都一了，好，我们还是把它保留起来 ，OK？ 来，都选项说什么？去比较好几种生态系，请问你它刚好对到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吗？删掉。一选项来，请很快的看过一次，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去追踪物种的灭绝，对不对？来，你觉得有关吗？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删掉，最后我们就可以兴高采烈的回来选 C 选项。好，请帮我括号写，做 RC 的时候一定要2个筛选。好，就算你今天有一个选项赠送红心好了，就算今天它的写法它的跟你的预想完全吻合好了，但是也不能排除说可能有细节是错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2个筛选。好。如果等一下有另外一个选项也是很相近的话，我们就会回来比较细节 ，OK？ 但是我们第一轮会很快的看，好，只要我们一开始那个回答是有确切的这样子，好，来，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的回答是说，把物种移开，我要选一个把物种移开的实验，那这个时候回来听录音，请问你觉得 C 选项跟你刚刚录音有没有吻合？有吻合，对不对？那就不用检讨，那懂我意思吗？你不需要检讨说 A 文章没有提到数 ，B 文章没有提到引进 ，D 文章没有提到比较，E 文章没有提到 pattern。我问你，这样的检讨有意义吗？来，你觉得有意义的可以举手了，你觉得没有意义的可以举手。来，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下一道题目可能故事就不一样，那懂我意思吗？好，你如果只是写说故事里面没有提到数，请问哪一道题目还会跟你考这个东西？那懂我意思吗？所以重点还是要放在有效率的检讨。检讨应该是针对你的思维的盲点，而不是只是去把选项的字标起来、挑出来而已，这样子。好，再来各位，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来，他直接帮你 highlight 起来。好，他问你最后一句话，说：“请问，下列何者可以去怎么样？”来，这个题目再说不通，再不懂的说不过去哦。
好，来，请问这个题目问的是什么？你觉得他问的是什么？支持的论点。来，如果你讲支持的论点的话，就变成说什么？就变成说是很像是 supporting idea 很像是细节题了。那你觉得它是细节题还是逻辑题？是文章里面有出现还是文章里面没有出现？来仔细看一下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想要问你什么？来，你觉得他想问你什么？对于文章里面 highlight 起来的论点，是文章用什么资讯支持，还是下列何者可以支持？各位告诉我。对，所以这篇文章这个地方是细节题还是逻辑题？告诉我。是逻辑题，那懂我意思吗？哦，如果他讲的是文章里面的作者给出什么资讯支持的话，那就是细节题，你就要回去看文章要讲到东西。但如果他讲到下列何者可以支持的话，它就是什么 CR 类型的逻辑题。好，那现在我们当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分这个有差别哦，因为如果是 supporting idea 的话，我们一定要用文章里面给的资讯，不能去脑补新资讯。但这边是逻辑题，很明显的是我们可以去抓新资讯，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回来看这个文章的论点。文章说什么？作者的结论叫做：关键物种的地位是取决于一些因素，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像比如说是生态系整个社群的多样性，对不对？好，取决于社群的多样性。哦，比如说怎么样呢？这个所谓的物种多样性的多少会不会影响 ？OK， 还有取决于另外一件事叫什么？叫做长短。长短，什么的长短？互动时间的长短，对不对？好，所以作者的论点，请问他的论点是什么？他的论点认为说，你用物种互动时间的长短，还有物种的数量多少，可以来评估，对不对？可以来评估到底它是不是关键物种，对吧？好，那现在重点来了，你不能看完就直接看选项，先想一下加强题的方向有哪几种？来，以前你在班上学过了加强题的方向，还记得哪几种吗？来，有什么方向？你说一个。加强题的方向 ，support 题的方向，什么因什么果？有因有果，对不对 ？OK， 好，来，除了有因有果之外，还有什么方向？无因无果，对不对？好，很好。那还有一个方向，还记得吗？什么？对，五段桥，对不对？好，加强题的方向有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就是别的人告诉我们说，哦，我们拿实际的证据证明说，真的物种多样性有了，真的是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看出它有没有主导地位，要有对不对？或者是时间长就一定会主导久。那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多样性就怎么样，就不会主导，就没有 keystone 的地位，或者是时间短就一定没有，这叫做什么？证明因跟果之间的相关性，对不对？第3种是什么？五段桥什么意思？选项跟你去讲理由，为什么物种多可以去影响地位，把中间的理由补全。OK， 来这边有听懂可以举手了。哦，有听懂哦，很好很好。OK， 好，来各位，那常见的混淆，好，不好意思，常见的混淆选项是什么呢？就是选项里面只有提到原因，或只有提到结果。好，你只有提到原因，比如说你只提到说物种变多了，那谁知道到底它有没有影响关键物种？或者是你只有提到它变关键物种了，你没有讲这些因素的影响，只有提到因或只有提到果的，都什么不能构成加强因果连接的理由。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题目有3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有其他选项告诉我，多样性或者是时间的会跟什么？会跟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有多样性或有时间，那 keystone species 就会存在，或者是没多样性或没时间，就会 keystone species 不存在，或者是去仔细的说明到底要怎么样从时间跟物种的多少长短推到说解释说真的会影响到物种的地位，
这3种。好，现在我们来看选项。来，第一种说什么？第一种说有一种生物，好，它今天怎么样呢？它今天就是a bat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something within ecosystem zone。好，某一种生物的，就是昆虫的数量减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蝙蝠导致的。OK， 而怎么样呢？而昆虫的数量又影响了鸟的数量。各位，这个题目帮我括号写混淆选项。好，混淆 GMAT 的混淆选项会针对单位做混淆，什么意思？单位的混淆概念就像是，比如说比例跟什么数值，对不对？有听过吗？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种叫种类跟数量。好，文章里面讲的是什么？文章里面讲的是物种多样性，问的是有几种。这边文章变成什么？变成 population， 变成是昆虫有几只。好，但是当然我们看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太出来，对不对？你可以先保留，没有关系。所以 A 选项，假设你第一遍看不出来，可以先保留。OK， 好。接下来 B 选项说什么？他说某一种物种在某个地方是有什么主导地位，但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其他物种变多的时候，它的地位就消失了。来，请问你，他有没有提到地位改变这件事情？有没有？有提到，对不对？他说先 occupy keystone role， 再来 does not play that role， 对不对？地位有改变，对吧？然后他有没有提到说物种变多了？有吗？所以它证明了什么？有因有果，对不对？物种的数量、物种多样性跟什么？跟 keystone 正相关，对不对？那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OK， 好，那再来 C 选项说什么？观察某一个物种，观察某一个地方的那个生态系，告诉我们说，有更多生物成为了关键物种。那我问你，他有讲为什么成为关键物种吗？他有讲说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有吗？他只有讲说什么？只有讲说我们发现有比我们原本想象多的生物成为了关键物种，但是没有讲多样性是电靠电比，对不对？也没有讲说时间是长还是短，对不对？这边就是什么？我们常见的加强题的第一轮可以删去的选项叫做有因无果或有果无因。他只提到了结果叫做变成关键物种，他没有提到说到底多样性变多变少还是时间变长变短。好，所以这个选项是我在考试会第一轮删掉。A 我反不会，因为 A 看不出来。好，那 D 选项呢？说什么？随着关键物种变得越多，某个关键物种变得越多，它会更影响什么？更影响这个生态系。来，我问你一件事，这个选项你考试的时候你会留下还是会把它先删掉？随着关键物种变得越多，随着某一种关键物种变得越多，好，它对生态系的影响会越大。来，你会留下可以举手吗？哦，你会删掉可以举手。OK， 好，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个人会倾向先留下，因为它至少也好像有提到了什么物种变得越多，对不对？好，我会倾向先留下这样子。OK， 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一选项是什么？某一种生物，某一种蛾，它是关键物种。作为关键物种的蛾，怎么样呢？它身上有了奇怪的颜色特征。那我问你，这个选项只有提到它是关键物种，对不对？有说物种多样性变多变少吗？有说互动的时间长短吗？有吗？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也会被我第一轮删掉。好，所以第一轮我们删掉的是无关选项。就是文章就是要去加强因果连接。你只提到果没有提到因的，或只提到因没有提到果的，都会被我们删去。OK， 那第二轮我们就会来比较选项之间的差别了。好像 A、B、D 3选项比较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回去对照文章里面强调的那个数字是什么数字。比如说，文章里面强调的是物种多样性，然后你仔细看里面说什么，是 species diversity， 就是物种的种类。
然后回来选项对照，你就会发现 A 选项提到变成什么 population 的大小 ，C 选项不是 D 选项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数量大小。那相较之下，只有 B 选项提到的是什么？物种种类的多少。所以最后答案选谁？答案选 B 选项。OK， 好，这边来各位，你说到底我回去检讨我怎么发现，很简单，也是一样，录音发现，什么意思？当你今天你发现你的录音讲的是这边的原因就是那个物种变多啦，就是这个多样性变多了，然后结果最后你选到了 A 或者是 D， 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我自己在做题的时候，我常常混淆种类多少跟数量多少的概念。那你要怎么去提醒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很简单，你发现回去定位的文字里面含有数值，还有统计资料的文字的时候，你都要提醒自己看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单位，这样懂我意思吗？就像你在做数学的时候，你不能你算错一次单位，你下次就会提醒自己，看到长度的单位你会去换算，对不对？看到时间单位你会去换算，对不对？那为什么到阅读的时候你就不会做这件事情，对吧？好，那是因为什么？你没有重新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 ，OK？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声音，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回去重新录音，发现说自己好像在回答的时候根本没有在乎物种多样性到底是数量还是种类的时候，你在检讨，你就可以告诉自己，下一次看到统计数据要定位的时候，搞清楚统计数据的单位是什么东西。OK， 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好，来这道题目它说什么？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说，能够让我们推论出什么 ？suggest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推论的意思，对不对？不是只有建议的意思哦。suggest 这个词除了建议之外，还会有什么？推论的意思。来，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去推论出什么？关于关键物种认定的下列何者？来，我问大家一件事情，请问你这个定位点明确吗？来，你觉得明确范围很小可以举手？你觉得不明确范围很大的可以举手？没有举手我就要问哦。OK， 我再问一次哦。来，你觉得明确范围很小的可以举手吗？好，你觉得不明确范围很大的可以举手。好，谢谢。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哦，不明确范围很大的题目你该怎么处理？来，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不明确范围很大的定位，就是你看完题目之后发现，靠腰这个题目好像只问了我下列何者为真，或者是他问我这个 case long story， 就整篇晚上就是在讲这个东西，你根本记不得定位点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知道定位点很大一片，几乎整篇文章你要怎么处理？先看选项，对不对？很好，来，同学答非常好，非常好，请帮我写一下笔记 ，OK 哦，好。遇到定位点忘记的，或者是遇到定位点太大不明确的东西，就很简单，先看选项。为什么？因为你回去文章根本没有办法做事啊，对不对？你看完整篇文章，你还是不知道它要考什么东西，那你应该先看选项。好，通常像这种题目，对不对？选项都会，就是它选项都会集中在问同一个地方嘛，这样子。好，很少会给你一下问前，一下问后面这样子。OK， 好，来，你们来看哦。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光是看前面的 A 跟 B 选项，你就发现，请问你 A 选项说什么 ？A 选项说这样的认定取决于什么，对不对 ？B 选项说这样做可以怎么样，对不对？你就可以把帮我好好写，把这种题型它5个是非题，5个是非题，什么意思？快速的看完每个选项之后，回去文章最快的时间可以找到那个位置。像这种题目，对不对？这种题目，这种范围很大的这种推论题，它不太会需要你去每个选项都要去用2、3句话字去组合在一起，它通常都是什么？回去文章找到某一句话就可以推测出来。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我每个选项都要回去看5、6句话才能解答。这种题目就是什么？快速的看完这个选项之后，回去文章找到关键的那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了，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当然先用态度来筛。好，因为文章里面讲的 passage suggest， 它就是什么？默认作者的态度。就是作者的态度。来，各位，首先第一个 A 选项说什么？
说要去认定关键物种这件事情是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它跟其他物种的关系。请问文章里有提到吗？有吗？好像文章里面只有讲什么，取决于物种数量的多少，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取决于什么东西？取决于物种时间，对不对？好，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如果你忘记的话，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是作者的态度，你可以回想一下作者哪里讲到了他对他这种东西的看法。你可以回去看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哦，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作者 suggest 什么东西？哦，注意哦 ，the passage suggest 意思等于作者 suggest。哦，讲文章推论什么，其实等于作者的态度是什么？作者认为是什么？作者认为说就是物种的数量跟怎么样互动的时间决定的。所以 A 选项，请问有没有提到他们的互动的关系是什么？有吗？没有提到，我们可以直接删掉。B 选项说什么？这样的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用什么？可以用把物种移开的方式来最好的判断。请问你觉得态度是相同还是相反？作者应该是反对他，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删掉。C 选项，请问各位，他说这样的方法怎么样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不太准？请问文章作者有评判说这样的方法准或不准吗？有吗？文章只有讨论要怎么定义，对不对？没有讲说两个方法谁比谁更准或不准，对不对？或者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谁会比较准，谁会比较不准？所以这个选项也是没有提到。OK， 文章根本没有说这个方法什么时候会变准或什么时候变不准。好，那 D 选项说什么？这个方法要考虑到一些因素，对不对？要考虑到一些因素。好，那回去文章定位，你可以发现，的确这个地方是有讲说要考虑到一些因素，所以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那E选项说什么？说这样的方法可以怎么样？透过观察行为，好，来得知。请问文章有提到吗？文章有提到吗？没有提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删掉。好，但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来，现在帮我仔细看多选项这个选项。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它比文章里面写的资讯更细还是更模糊？更模糊，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你在检讨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照说 ，OK， 好，原来像是这种什么，问你作者态度的，问你文章可以 suggest 什么东西的，好，你在3选项的时候，假设你刚刚做题的时候把5个选项都删掉，你就可以回来检讨说 ，OK， 以后我遇到这种题型，我遇到这种什么，问你作者态度，问你文章可以 infer 什么东西的时候，好。就算看到模糊的选项，你也不能先删，你要确定真的是完全矛盾违背的选项才能删掉，这懂我意思吗 ？OK， 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两个题型混淆，很多人会说 Dustin 这个选项多选项在文章里面没有出现，文章里面没有去出现，或者讲的不够具体，把它删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文章里具体资讯的是什么样的题型？告诉我，是 supporting idea 的细节题，对不对？这道题目是什么题型？是要从文章里面去推论出想法的题目，对不对？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自己在做题的时候，我没有分清楚2种细节题。如果以后我遇到这种推 infer 态度、infer 想法的，不需要看到文章里的字真的有出现，只要确定态度基本上没有违背就可以了。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主要强调的不是说这道题目要怎么去讲解，没有意义。如果跟你讲这堆选项没有任何意义，你回去做其他题目。好，重点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回去的时候，不管是实战或检讨，都可以走一套标准流程。OK， 好，经验才是重点。好，来各位，我们现在看最后一道题。不好意思，好，来这道题，请问这道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来，你觉得这道题在问什么？这道题问你什么？最重要的资讯不对，
主旨就是主旨而已 ，OK， 这个主旨 ，OK 吗？好，来看，这个题目不能再看错了哦。好，这个题目看错，大概你 GMAT 里面对不对？那个就是40%的题目都不会有分数的，大家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这个题目是什么？这道题目主旨是什么嘛？对不对？好，来各位，主旨题你的申论回答是什么？还记得我们刚刚抓的架构吗？还记得吗？刚抓的架构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一篇文章里面一开始。他提到的是背景资讯，对不对 ？Keystone species 就是环境里面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的关键物种。再来去提到说要去判断这种物种是有困难，对不对？再来文章中间他都没有去提出一个主要的解决方法，他都一直在讲多么困难，对不对？然后文章之后跟你讲说，好了，看一些状况啊，以我们作者认为要看一些状况。但是文章最后有提出论点的时候，已经到了后面的时候，对不对？这篇文章的主旨还记得是什么吗？就是去干嘛？来回答这个问题。来，我们来问大家的申论回答是什么？来，你觉得他的，如果要你去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就是作者有提出哦，你说作者有提出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吗？或是一些因素。来，注意哦，还记得我们刚刚讲什么吗？如果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要去强调怎么解决的话，对不对？那他最后那个方法应该要放的什么更前面一点的吧？这篇文章绝大部分中间那段要干嘛？还是在讲怎么去判断会有问题，对不对？那这篇文章应该是干嘛？去陈述一个判断上的困难，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要是怎么解决的话，那文章应该会怎么写？文章应该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前面这边写的很短，直接讲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很快的把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段落拉到哪里？拉到上面去，然后用大部分的段落来陈述要怎么解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这篇文章你们看到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干嘛？他是把绝大部分的段落拿来干嘛？拿来去 present， 用举例的方式来讲，到底为什么这样判断会有问题？所以他是在干嘛？陈述问题。OK， 好，其实现在我们去想，来申论回答是什么？叫做作者应该是在去解释说，或者是在去跟你介绍说，到底去判断 Keystone species 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理解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来各位，我们来看选项的部分。首先第一个，他告诉你 Keystone species 的不同，我问你，这边请问你觉得是答案吗？为什么不是答案？这个地方在文章里面在哪里？告诉我。来，你觉得文章里哪里讲到了 Keystone species 的定义？还记得吗？哪里讲到它的 definition？ 第一句而已，对不对？只有第一句话讲到了 Keystone species 的特殊定义，对不对？文章的后面大部分的资讯都没有在讲它，对吧？所以 A 选项是以偏概全 ，OK？ 那 B 选项是什么？去强调有两种生物互动关系的复杂。我问你，你觉得它是答案吗？跟你刚刚的回答有对到吗？你会发现我们刚刚的回答是什么？是大范围的去跟你讲问题在哪里，对不对？而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跟你讨论两种特殊的物种，对吧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 ？B 选项也是什么？也没有对到我们刚刚的回答。那 C 选项讲什么？告诉你某一种特殊的环境，去跟你详细的介绍某一种特殊的栖息地，的什么？对某一种生物的效应。请问我们有在去具体的去想要强调某个栖息地吗？也没有，对不对？那 D 选项说什么？去告诉你说物种的多样性有多么重要。来，刚刚我问到说，如果把文章的长度没有注意到，把延伸段看成是主轴的话，会有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你会选到这个选项。你会觉得这篇文章好像作者最后讲的那个物种多样性可以决定 Keystone species 好像是文章的重点，你可能就会选这个选项，告诉你说物种多样性这个指标非常重要。但你们发现它不是答案。虽然文章里面的确作者最后有提到说物种多样性在判断 Keystone species 是可以拿来判断的，那为什么今天 D 选项不是主旨题的答案？它不是也强调了说这个指标很重要吗？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在去讲论点，这样懂我意思吗？OK， 好，如果读选项要是答案的话，文章会怎么写？文章会把这一段拉到很前面，后面一直在跟你讲为什么物种多样性这么重要，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一选项说什么？去解释说我们今天在什么？我们今天在判断物种多样性的时候，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来，我问你，文章中间有没有去解释，对不对？有去解释我们怎么去判断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虽然没有明显的讲出有问题，但至少资讯是没有矛盾的。OK， 所以这里得的答案是一选项。好，那这个时候来问你一件事情，我们检讨的时候，听听你刚刚的录音。我们刚刚的录音说什么？我们说作者在再去跟你细部阐述一个问题，对不对？还记得吗？细部的阐述一个判断物种判断 keystone species 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现在对照它这些答案，它说什么？去解释什么？解释到底一个物种是不是关键物种？中间我们判断的时候的一些考量。来，我问你 ，GMAT 怎么换写正确选项？它自用什么方法？你会发现这个刚不是你做错，对不对？很明显，你知道你自己刚刚的那句话没有错，只是 GMAT 的选项写的比较极端一点，对它怎么写？来，跟我们刚刚的一句话回答对照，请问他做了什么手脚？来，我跟大家再讲一次哦。我们刚刚的一句话叫做作者在陈述判断关键物种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那你来比较一下这个一选项，请问 GMAT 他做了什么手脚？对，他没有把那个负面态度写出来，对不对？但请问他有矛盾吗？是不是我们也的确在讨论很多我们在考量的事情，对吧？所以这边你就知道说，以后我在做主旨题的时候，我如果要用态度来筛选，我应该只能删掉态度相反矛盾。态度不明显的中立态度的，我要先保留。为什么 ？GMAT 喜欢把文章里面的态度故意把它写成不明显的态度。认同我意思吗？这就是你下一次做题可以注意的方向。什么意思？你下一次做题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这个选项虽然态度不明显，但不代表它是矛盾，所以我不能现在删掉它。听懂哦 ？OK， 好，所以到这边为止，你就可以知道。好，我们现在今天各位，我们现在花5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对一下笔记。OK， 好，跟大家对一下今天你学到什么东西。首先第一个，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在网络上，我在我的那个就是 channel 上面放的30分钟的架构的解析。架构的解析会比我今天上前半堂讲更详细。OK，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看文章的时候，当一篇阅读从荧幕上跑出来的时候，请问你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先去观察3个指标，对不对？长短 ，OK， 文章长短，软硬是什么？文章题材的软硬，跟什么？跟松紧，男生你就记长短软硬跟松紧的，好不好？松紧指的是什么 ？pace 的松紧，这样懂意思？不要乱想 ，OK 哦。好，来长短，文章长短。题材软硬 ，pace 松紧，如果开2个绿灯，请你最自然的方式；如果开2个红灯，请你用推测架构的方式。推测架构的过程中，文章一开始去讲述背景定义或者是历史事件的时候，不用太管它。读到文章出现主题的时候，速度变慢，仔细的去想它的主题。有人来回应主题的时候就是论点，没有人来回应主题的时候就是陈述类型的题目。OK。好，然后接下来一步一步往下推 ，OK， 一步一步往下推这样子。好，那在看文章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有看不懂的地方，有看不懂的细节，只要你确定它的架构没有换，它的态度没有换，你可以先告诉自己说，我只要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就可以了。好，那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要进一步去想，它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它会考什么样的题型 ？OK， 比如说。举例考作用，比如说比较考差异点 ，OK， 好，这个部分就是不管你是之后我们会把这个上一堂考前公开课的这个就是东西放在网上，
然后中介者里面我们也会有很详细的介绍这样子，好，所以各位可以之后来学习这样子 ，OK， 好，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在看到题目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审题优先，一定要看懂题目在问你的方向是什么，不是只这样看关键字，不是只这样看出现什么词。题目用什么态度来问你？他问你的是什么题型？是 supporting idea 还是什么？还是推论题？还是逻辑题？看得清清楚楚。他问你的是结果还是原因，都要看清楚。OK， 把题目当作是面试官来看待，不要把它当作是识字来看待。好，看完之后回去文章怎么样呢？找到定位了之后，看的时候心里面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来回答问题。我要看完这些资讯之后，心里面有一句回答之后，再去看选项。平常练习的时候，请把这句回答务必录下来。接下来看选项的时候，第一轮用排除法，很快的看过去，去抓选项的重点，把什么？把没有对到我们刚刚想法的，或者态度违背或没有提到删掉。有看到正中红心的，先放着；不确定的也先放着。OK， 第二轮再回来去判断。好，那回来检讨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发现你的想法跟这些答案完全对到，不需要再多做检讨。如果你发现你的想法跟这些答案相比，是你讲的太模糊了，那你就知道下一次遇到什么样的题型你要讲更具体。好，如果你发现你的想法跟这些选项相比是位置错了，资讯不一样，那你就知道是你定错位了。那你下一次要审题，审得更仔细。如果你的想法跟这些想相比，其实相差无几，只是它的写法故意换成绕圈子写，那你就要去记录下它的绕圈子。OK， 他到底是故意把态度模糊，还是故意把这个范围变大变小？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会遇到的盲点，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故意把这个单位换掉，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会遇到的盲点。好，然后再用假日的时候回去复习讲义。OK， 好，所以请各位记得哦，好，不要把重点放在选项什么标字标起来，那个没有意义；也不要把重点放在打字身上，那个也没有意义。你要记住，你任何时候你做的事情，你都要花1秒钟时间想一下，你做的事情，你做的检讨，到底是只有这一题有用，你是帮这一题收尸，还是在帮下一题找方法？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然后呢，如果你发现这道题目，你发现它的定位点非常不明确的话，请你先看时间，准备停损，准备预想停损点，然后下去5个选项，直接把它当5个是非题来看。好，如果你发现怎么样呢？如果你发现你就是有些题你真的不会做，你完全看不懂的话，先看时间，给自己扣掉剩下1分钟，然后开始用垃圾照。OK 哦，好，这样的概念。好，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同学想问问题的 ？OK， 好，各位就是这里面更详细，包括我们说这个就是考点要怎么预想，混淆选项要怎么筛选，这个在我们之后终结者的课程也会讲。终结者的课程比较特别，是我们不跟你讨论正确率，那个没有意义。我们跟你讨论的是解题流程的思维模式要怎么慢慢换过来。OK，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啊，这样子。OK， 好，来，有没有同学想问问题的？有吗？好，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下课之后现在来问我这样子。好，那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课。那我们跟大家提醒哦，上面第1篇文章，各位也可以回去先做过一次。做完一次之后，对不对？请你搭配这份课件上我的 channel， 然后呢有一个2个小时，就是上一次公开课的录影，各位可以搭配来看。OK 哦，好，当做大家回家练习这样子。好。上一次公开课的内容也是完全按照今天的模式在讲解，所以你会知道考试的时候我会做出的每个决定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这样子。好，记得要来终结者哦。OK 哦，好，对，虽然现在考场就是对，现在考场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好，对。